2.0 新塔池花火、黑天鹅、影月、警员员即将来袭，让我们把想要角色不外玩到端服打在动屏上。本期视频将为大家带来 2.0 思维角色强度分析的抽取建议。投币10经验，转发5经验，既可以提升你的等级，也可以让武教做出更好的内容。3点专注武教，后续人第一时间获取信用铁道最新消息。首先是上半塔池5星风虚无黑天鹅，也是继塔夫塔之后第2位主打斗者伤害的5星角色。这下塔妈玩家久等的售后终于来了。在设计上，黑天鹅区别目前所有的斗者角色，首先它并没有延续传统的这种持续伤害类型，而是新增了一个独立的奥技机制。而奥技不仅能造成正刀的持续伤害，还能根据层数叠出正刀的伤害倍率和额外效果。此外，黑天鹅的战绩除了能给多的目标剁上奥技外，还拥有强大的减防效果。而我们知道，减防收益呈线性增长程序，不会稀释。如果你有1命塔妈或者软梅，组出一套成女队，就能左脚踩右脚一路上天。目前来看，黑天鹅的决斗机制相对比较简单，范围性和稳定性也比较优秀。但不管怎样，作为新雄铁道 2.0 版本的开门大西，还是承接整个DOTA体系的新角色，黑天鹅的强度明显不会低于现在的毁灭3系，而且黑天鹅大招还和塔妈一样是刀队的真群伤，这也使得他能在新模式驱斗叙事里担任一位合德的群伤输出。虽然单的赛道比不过巡恋和致死这样专精化的命途，但胜在救援面极为丰富。对于一些难以组建出4支深渊队伍的玩家来说，抽取性价比也会更高。而上半附特的影月军单横则是集自拉条、核爆输出、超刀吃短率等多种优势于一体的虚数毁灭角色，伤害极高的同时还特单特群，是一位非常强力的6边形战士。而2命影月都是傲视群雄，完全称得上是目前综合能力最强主系。不过随着真理医生的全服发放，1命影月在混沌回忆中最具优势的虚数弱点赛道已经被大幅挤占，而全新的虚肉叙事玩法对影月这种打3毁灭而言也显得不那么友好。但在魔女宇宙中，还原影月依旧称得上是周回断军，老牌核爆之王。此外，影月本就不俗的刀面板身材加上特通的超强爆发，让他的刺外能力变得极其优秀，很容易喝到后续强力角色的汤。而且真理医生和沙金2位虚数角色的前后脚时装，同样会给影月带来大量的虚数弱点环境，完全不怕混沌回忆上不了场。再加上有花火这个残点能力极强的同学辅助时装，影月在未来版本势必还会继续大放异彩。然后是下半2位角色，先说花火，作为太服以来第2位限定同学，花火可以说是集新铁所有强力辅助的大成之作，不仅拥有布尔尼亚同样的单体拉条和爆伤加成，还能提供大额的战役点回复以及全队增伤。你看这个大招 Wind 真的写满了颜值强度双重的美。虽然不清楚花火的具体数值，但要知道目前的同学强者如云，这都是人权角色，其中软梅更是以 97.8% 的登场率直接霸榜，而布尔尼亚同样超越罗刹，比肩浮悬，常驻尚且如此，那花火这的 2.0 限定同学强度还不得直接上天？而且花火虽然是量子同鞋，但从他的技能组就看得出他的增伤能力极其泛用，无论是双息体系、量子体系还是龙尊体系都能强势入队，完全不会被所谓的纯色量子战舰限制玩法，万金油程度丝毫不弱于软梅。再加上这柔腿刀叉、红色绑腿还有热子人设定，想把花火抱回家狠狠教训的小伙伴，请在弹幕里投波1吧。最后是剧情里很久不见的警员老师，作为新雄铁道首位致死主系5星雷伤，警员完全可以说是崩铁强度膨胀的牺牲品，不仅技能倍率并不出挑，而且神军机制也因为毒点众多一直饱受诟病。目前警员员在混沌回忆中的竞争力明显不如毁灭3系，而在赛道占优的虚道叙事里也和他们拉不太什么差距。此外 2.1 的新角色黄泉这祖传执法正秀长太刀，一眼望去就能鉴定为暴力雷系，这强敌环视的情况下又有后继者来势汹汹，目前除了XP 和真爱外，真的不建议大家抽取警员员了。总结一下，俗话说流水的输出，铁打的辅助，花火作为崩铁 2.0 首位限定同鞋，大概率会超越板压比肩软梅，成为新时代的人权辅助，在这4个角色中保值度上显然更胜一筹。而剩下3位输出中，黑天鹅属于体系选手，如果没有抽取塔夫塔的话，单塔的泛用性会相对不如影月。以下是4位角色抽取建议。处理档不必多说，认准自己 XP 吉特，有条件的可以全拿下。所以你更想抽谁呢？感谢大家3点都有支持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啦！